每个导演都会遇到相同的场景，男女之间的互相吸引。细腻的导演会小心地处理人与人之间那点微妙的化学反应。本期我们看3个偏离，看看这些成熟导演们，他们是怎么拍男女之间的性吸引。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在这里我会坚持分享一些导演思维，真正从导演角度考虑怎么拍一场戏。可以点击打开中文字幕和英文字幕。这期会分4个部分，3个偏例分别拉偏，最后我们总结可用的方法。第一个偏例来自2024年奈飞出品的新剧《无声蛙鸣》。主角林夏是个丧偶的大叔，独自在山区经营着一家民宿。一天，他意外接待了一位带着小男孩的年轻女人。第二天退房时，林夏怀疑小男孩遭到同行女人的杀害，但他没有报警，反而仔细清理了民宿。几年后，那位年轻女人再次出现在他的民宿，两人之间随即爆发了一场生死对决。虽然林夏在内心独白中解释自己没报警是因为觉得可能想多了，也担心影响生意，但从视听语言来看，这个女反派姣好的面容和曼妙的身材对这个大叔产生了吸引。那么导演是如何拍摄这对男女初次相遇的场景呢？这里一个按键的特写，通过声音转场出来，很漂亮的转场。一个陷住的车轮的近景拉出来全景，我们看到一辆车在乡间小路上陷住了。从关着的车窗大致能看到驾驶位是个女司机。大全景一辆车开过来了，大叔看到了，下车。注意，此时拍大叔是手持镜头。这部剧其实整体的摄影风格并不是全手持，包括这个段落我们也看到的是稳定镜头为主。但是这时候却用的是手持，而且是跟在大叔的背后，而且这个景别也是比较紧的近景。原因就是第一，导演需要让我们跟住大叔的视线，从他的视角去看待问题。第二，整场戏导演是想要藏住这个女反派的，想要让她出现的晚一点。如果你只听到一个人的声音而长时间看不到他的脸，观众心理上的疑问就会非常强。第三，这场戏对大叔来说不是一个多么轻松的状态，后面也会有镜头有所指示，如果对主角重要，景别不能太大太松，而且整个的他下车走过来的过程也在剪辑上完整保留了，就是营造一种期待。此时非常有趣，还是不让观众看到他的脸，继续保持神秘。但是此时大叔已经看到车里的女人了。这个机位为什么在车里呢？第一，可能是从女人的视角拍过去的，也就相当于两人对话的一个正反打镜头。第二，再解读一下，这时候大叔已经被框住了。为什么这个镜头停留这么长，并且女人没有说话？如果按照现实逻辑来说，陌生人问你，你可能会立马回答。拍摄的时候，导演显然是故意让这个女生不要回答，并且镜头在剪辑的时候停留的时间很长。第一，如果开口说话了，那对前面营造的神秘感是消解的。第二，这也属于这场戏之内的晚进早出的原则，就是说早点结束这一场，因为下面这个镜头，这个男人用手挂挡的镜头就已经回答了前面他的问题，需不需要帮忙。这其实是非常节省的一个做法，非常的干净利索，但同时镜头又没有过快切走，还在这个镜头保留一会儿，拉长期待，增加女人的神秘感。出现了新的信息，一个小男孩。此时我们依然看不到女人的脸，同时也要注意的是，这里这个孩子和这个女人的表演，如果按照正常的母子关系，他俩是不是应该这样？大人是不是应该牵着小孩子的手？在没有明显的对白交代的时候，其实我们是通过这些细节来看人物。到这里我们终于看清了他的脸，非常像一个普通白领，看起来非常老实的一个人。在这场戏里边，这个女人的表演其实特别温婉动人，她有一些抿嘴唇的动作，一些局促的两手抱着的这种动作。其实我们后面会知道，这个女人的性格她压根就不是这样，她在这一刻已经是拿出了她的表演状态，就是她很乐意这样去骗人。后面我们会发现，其实她是有一点精神病，有一些变态倾向。这里两个人擦肩而过，大叔是低着头，没有直视女人的眼睛，这里留了一个大叔的近景。大叔此时在想什么呢？中间这几场戏呢，交代的是女人本身预定的民宿并不是主角大叔家的，而是大叔邻居永才家的。但是永才家的空调坏了，并且要1周左右才能修好，永才就把这个女人介绍给了主角大叔。而这阴差阳错也造就了整部剧里主角后面的悲剧。
中间这场戏是男主角跟这个小男孩建立了一个连接，这个连接从剧作上很重要，就是他连接了之后，才能说女反派在退房之后，他怀疑女反派把小男孩杀了，那种愧疚感和那种内疚感才会更强。但是他同样还是没有去选择报警去查，也就加深了他的自责。这里男主角刚要把女人从超市买的这一兜东西放下，然后这个女的迅速去接手。第一次看的话，你可以理解为就是说很不好意思让别人帮忙提这么重的东西，并且这里两个人几乎是碰了一下手，这个不经意的接触在前面的铺垫之下，其实对大叔的心理有很强的一个加成作用的。另外他其实拍两个人手的交汇的特写也有一层含义，就是说他买的这些东西实际上里边有他的作案工具，这个我们后面才会知道的。所以这个女的她其实表面上你可以理解为很不好意思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但实际上这个女人的心里还有一层，就是说我的作案工具我得拿好，我不能让你看到。这里这个女演员的表演非常到位，她时不时的低眉，非常的娇羞，就是这些表演无论如何都不会让人联想到她其实是个杀人犯。他提出来要用唱片机，唱片机是一个重要的道具，后面也会有所提示，所以他这里有一个缓缓的前推镜头，这里开始放唱片，音乐很好听，但是这一个手段导演觉得不够。这时候天下雨了，从室外这个镜头看，感觉这个雨应该是剧组人工降雨，这个突如其来的晴天的雨给这个场景增加了一些情调。此时门被风刮了一下，这一声撞击特别好，如果我们的镜头仅仅从这儿拍，门不动也就还行，因为画面也有层次也有构图，但是门碰了一下，这其实是特别电影的时刻，因为他把自然给加进来了，风参与了叙事，咚的一声其实是碰在了人的心里的，碰在了男主角的心里，这属于一种心理外化的电影手法。你看两个人在两个地方，两个窗框把他们隔开了，其实他们不是一种人，他们各怀心事。同时这个歌词讲的是一个人失去所爱人之后的心态，这与两个人的心境都有某种契合。其实这是特别浪漫化的一个时刻。如果这是一对情侣在雨天房间里放着爱情主题的歌曲，两个人在一座深山里的民宿，是一个特别有氛围的约会场景。门碰第二下的时候，男主角回头看了看女人，第一次看的时候你会感觉这个女人心事重重，你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前面导演花了很大的力气去营造她的神秘感，观众会感觉这里会有事发生，一直被吊着胃口。飘动的窗帘，这个演员的白色背心，影像上你会觉得非常的小清新，但实际上后面它的反差非常大。切过来大叔还在看，因为它本身这个剧就是两个时空20多年前后的两个时间段的交叉剪辑。我们首先注意它交叉剪辑的思路，20多年前也是在韩国的某家民宿，为了拉拢生意，老板在路边拉了一个开车的男人到他的民宿过来住，是他自己主动拉的客。然后当天晚上这个被拉来的这个客人就把他杀过的一个人，原本放在车后备箱里的人拉到了酒店房间给分尸了，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分尸现场。回到这个时空的第一个镜头是象征着小男孩的这个电动小狗，其实第一次看是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的，但是第二次看就明白了。当天晚上20年前的民宿发生了分尸案，主角大叔的民宿也一样，他其实已经通过剪辑插在这里告诉你发生了类似的事。这个女人也是把这个小孩在民宿杀了并且分尸了，当然他不是同一个民宿，又是在同样一条小路，就是他们刚开始认识的路上遇到了。这次不一样，这个女的已经不是原来那种小白兔的感觉了，已经抽上烟了。重要道具出现了，唱片机一直放到没有声音了。男主角发现了什么？发现了血。这个段落就结束了。那我们总结一下，如果我们来拍，我们需要注意什么？第一，就是要考虑男女角色的出场时机，是让他们同时出现，还是先藏住一方来制造悬念。第二，要为两人创造合适的场景环境，比如这里是大叔先帮女反派挪车，后来两个人一起听唱片，再加上雨声和风声的自然元素，营造出了比较强的氛围感。第三，要设计一些自然且合理的肢体接触，比如递东西这样的日常动作。当观众已经察觉到两人之间微妙的情绪变化时，这些看似简单的接触就会带上特殊的含义。那我们来看第二个片例，这部同样是来自韩国的电影《甜蜜的人生》。故事非常简单，一个保镖爱上了老板的情人，并因此与老板反目成仇。我们来看导演是如何展现保镖被女主角吸引的这一场戏的。
镜头从飘动的树叶摇到男主角的脸。这个电影的开场是个小寓言。小和尚问老和尚，风吹树叶时是风在动还是树叶在动？老和尚回答是心在动。这里导演巧妙地用镜头呼应了这个主题。一个全景的仰拍镜头中，车停在房子面前，突然一阵不寻常的风刮过。这里是用自然环境烘托了氛围，让人感觉格外不寻常。明明周围一切都平静，却突然刮起一阵大风。细心的观众会意识到这个场景预示着重要的剧情即将发生。当男主角进门后，第一个镜头隔着屏风，我们看到最显眼的是一把大提琴。此时男主角尚未见到女主角，他肯定会对这个空间进行观察。第二个镜头则是从大提琴的方向反拍男主角，形成正反打关系。由此可以明显看出，前一个镜头实际上是男主角的主观视角。如果用剧本描述，这一段可能会写成男主角坐在沙发上等待女主角出现，客厅一旁立着一把大提琴箱子。那么我们将这段文字转化为影像时，该如何设计这个镜头？第一是男主角无所事事，四处看看，但他肯定也是拘谨的，毕竟他不是流氓。他老老实实的坐在沙发上，但是他看到了一个大提琴箱子，他无聊的翻翻杂志，开始吃口香糖，这是他的动作。第二，要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位。导演选择的是隔着一个屏风的前景分别拍大提琴和男主。如果我们拍一个客厅，通常它是空荡荡的四四方方的一个长方形，如果能找到一个前后景关系，会让这个画面更立体更纵深。女主角还没出现的时候，男主角通过这个提琴对女主角产生了想象，这时候某种意义上来说，大提琴就是女主角本人。即便是在这么简单的空镜里，导演也是在大提琴旁边放了一盏暖光灯，这样会让这个画面更有层次。虽然是白天，机位换了，我们原先是从一个稍微有点俯视的机位，现在切到这里变成了一个仰视的机位。为什么是这个机位？又为什么要仰视呢？如果我们用这个机位来拍前面他等待的镜头，可不可以？也可以，但就是比较奇怪。机位代表着我们看的位置和角度，现在的机位是为后面要入画的女人的腿和脚做的铺垫。同时人还没出现的时候，我们已经听到了风铃的声音。实际上拍摄时都不一定有这个声音，可能是后期声音编辑时加上去的，是为了提醒你重要的人要登场了。我们看到很多高跟鞋，他们并不整齐，东倒西歪的，可能平时都不怎么打理，也是一个人物性格的体现。导演在这种小的景别里仍旧没有忘记让画面造型好看。男主角开始往这儿看了，他虽然在后景，但焦点在他身上，我们还是能非常敏锐的看到他的动作。他一直在盯着看，他已经看呆了。女生应该已经转身面对男主角了，他吞了口口水，赶紧回过神来。这时候为什么要切近景？因为他看进去的，他肯定是觉得这个女生太美了。切回来其实就是刚才那个镜头的后半段，前面单独切出去这个男主角的特写就已经说明了他已经爱上这个女孩了。插入近景是非常必要的，如果不必要，它就可以延续在这儿了。它必须让你看到这个男人的表情，所以要切到一个近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看到这个女生的脸。这个技巧就跟我们前面看到的无声蛙鸣是一样的。这个片子是从男主角的视角去叙述的，但是导演是故意通过机位景别以及剪辑，让观众看不到这个女孩，这个女孩就显得神秘。它就完全提高了你对这个女孩的期待，因为我们想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女孩让这个男主角这样一见钟情。注意这里男主角的表演非常准，前面虽然铺垫了他作为保镖那种威武、武功高强、杀人不眨眼的感觉，但是在这里把他演得像个纯情小处男。女孩走过来了，首先我们注意她穿得非常清凉单薄，只是对一个初次见面的完全陌生的男人，他也没有特别的避讳什么，这也是人物性格的一个细节。一直到他走到远处，我们只看到的是他的下半身。这里镜头切过来的时候，我们只看到男主角的嘴，这不是剪辑上的失误。首先要强调他慢慢坐下这个动作，他心里是有点小鹿乱撞的。其次，为了让观众更加注意到他的表情，嘴已经忘了嚼口香糖了，并且眼睛也不敢抬起来直视。这时候才慢慢抬起来，接着就是给大特写，头发、耳朵、手、正面脸。我们现在是从男主角的视角看过去，他完全着迷了。大特写用于非常强调，其实是非常霸道的一个景别。打个比方，
就是说你不管你想不想吃，都是扒开嘴塞进去的感觉，就是你必须非常关注画面里的内容。所以这样的景别在好的导演手里其实是不会被滥用的。注意这个头发像是刚刚洗完还没有吹干，带点水漉漉的感觉，这也是导演安排的一个细节，因为这样会显得这个女孩更性感。很轻微的手机铃声响了，这个女孩前面我们也看到她的鞋是乱放的，然后这里手机响了之后，她不知道手机放在哪里，也是非常符合这样的人的一个性格特点。男主角这时候就显得特别的局促，坐立不安。为什么是这个机位呢？在这场里谁的表情动作更重要？是这个男主角。那前面这个镜头我们已经看到女主角在找手机了，下面一个镜头我们应该要拍男主角的表演，要兼顾他的动作和表情，那只能是中景的景别。但如果不带女孩的前景，这样这个镜头就没有张力。把腿放在前景，这是这个场景里男主角最关心的东西，这是对男主角最直接的性吸引。总结一下这个段落，导演在这里是通过哪些方法去勾勒这种男人被女人吸引？第一是合适的机位和景别，几个仰拍让人印象深刻。第二，他也让这个女孩很晚才出现，前面一直让观众期待她的出现。如果我们将来要拍一个女人突然被一个男人吸引了，你或许可以尝试前段先不出现男人，让观众通过女人的反应来猜测男人，提高观众的期待。第三，导演也设计了一个小的道具，一个不知道放在哪里的手机，让两个人之间形成了一种氛围。那当然这个氛围只存在于男人的心里，以及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些观众。这里这个女孩完全是做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情绪。那我们再看第三个片里，体热。体热是一部改编自比利·怀尔德双重赔偿的一部电影，男主角是一个律师，女主角是富豪太太。这个太太她早已经盯上了这个律师，她希望利用律师谋杀她的丈夫而取得财产，所以这是一个勾引的段落。这个律师也是非常容易上钩，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开篇第一场戏就交代了他经常玩一夜情。我们看的这场戏是他们第二次见面之后，女人把他带进家门。我们来看导演是怎么设计这个女人勾引这个男人的段落的。墙上很重的影子，首先这个电影是黑色电影类型，它遵循着黑色电影这种低照度强烈的明暗对比这种影像风格。但是如果你想拍一个亮堂堂的房间，这不是什么难事儿，所以这说明导演显然是想要这种暗调的感觉，因为这样的影像显然会比你把灯全部打开非常亮堂一个房间拍出来的更高级。No help? 这里开了一个小灯，因为他们在这里要有一个表演区，完全是黑的，也没法看清人脸。打开门之后，我们就听到了风铃的声音。风铃在这里是导演设置的一个重要的意象。前一场戏聊天聊到过风铃，女人带男人回家的原因就是男人想看风铃，但其实这只是个幌子。Gazebo. No, out there. Boathouse. What's in it? Boat. It's a mess, really. There's an old rowboat and some lounge chairs, things like that. I think you should go now. I just got here. You've seen them. Please go. 我们注意到这时候的表演，女主角她已经心跳很快，她一直在大口的呼吸着空气，已经很紧张了，或者说她现在已经欲火焚身了。Thank you. I'm sorry. I shouldn't have let you come. You're not so tough after all, are you? No, I'm weak. 声音里面一直伴随着风铃的响声，看起来是拒绝他，实际上他是欲擒故纵，他非常懂得如何拿捏这个男人的心理。
这个镜头其实是交代这个男人走到车旁，为什么是俯拍？实际上它是模拟风铃的视角，这是导演在选择这个机位的心理逻辑。然后他再看向风铃，又变成了一个正反打镜头。从风铃所在的高处直接下来，一直推到他的中近点，就好像风铃的声音已经进了他的心里。这个男人今天晚上会走吗？肯定不会走了。全景、中景、近景，拍风铃的3个镜头的景别在不断的递进。这3个镜头代表什么？3个镜头都是仰拍，都是从男主角的视角看过去的。他的心在一步步的在抓紧，在纠结，其实就是他的欲望越来越强。还是从风铃机位上拍一个男主角的特写镜头，实际上现在风铃就跟女人在某种程度上画了一个等号。音乐起了，男主角走到门口，想打开门却锁着。注意这里，其实镜头上已经表明了，这肯定不是一个简单的女人。一般在电影中对镜子的运用有一个很常见的寓意，就是这个人物他是有多重性格，或者说多重自我的。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他会有2种状态。这时候显然女主角已经出现了3个身体了。切了一个室内的镜头，这个镜头的依据是什么？这个镜头其实是女人的视角。这个女人想让这个男人走吗？很明显她不想让他走。如果说一直是在室外拍2人的关系镜头，那就变成了一个旁观者的角度。但这里插入了一个女人的视角，其实她也是在跟我们说，这个女人她是时刻在关注着这个男人，她不想让这个男人走，并且她的景别非常紧的，代表的女人的关注度是非常高的。这是男人的主观视角，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构图上还带了门框。此时的景别是中景。又回到旁观视角，还是刚才那个斯坦尼康镜头，来回切女人的视角，非常好的细节。我们看这个人脸上已经有很多汗了，首先他的季节就是夏天，另外在拍电影的时候，如果不是导演主动想要的汗，那化妆师一定会给他擦掉。但是导演明显还是要这个汗，光打上去形成一个亮斑，因为本身天很热，很多汗，某种程度上就代表着欲望。这是第2个从男人视角看女人的镜头，我们看到比前面的景别明显更紧了，更小了。这种景别递进其实跟前面风铃的3个镜头的景别递进其实是呼应的。女人深吸了一口气，这个剪辑点保留的非常好，一定要有身体起伏的这一下。女人的欲望已经非常强了，她还是要撩拨她。镜头快速的前推，女人的这一下呼吸是更让她受不了了。好，这个段落就结束了。总结一下，我们可以学到什么？第一个是风铃，它既是一个意象，作为引导男主角进入女主角家的表层原因，同时也是男主角心理现实的外在体现。第2个是景别的运用，当人物与情节的关联越紧密，镜头景别就越紧。通过景别的递进，展现了人物内心欲望的不断加深。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如果要拍一个男女互相吸引的段落，首先当然我们需要有不错的表演，在这之上导演还能做的就是第一，给人物创造一个情境，比如下雨天放音乐。第2，设计一些意象，这些意象可以作为人物心理现实在物质世界的反应。第3，当然是视听层面要给到准确的机位、景别和剪辑。好的，这期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次见。